中國的野牛級巨型氣墊登陸艇居然也開始量產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但我看到這種消息，心裡真的有點驚驚。因為這艘船是被稱為奪島神器。那麼問題來了，中國引進的這頭野牛到底是有真本事還是虛張聲勢？真的能直接從對岸衝到台灣嗎？咱們先來直觀感受一下這玩意兒到底有多誇張。想象一下，一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的鋼鐵巨獸，在海面上以每小時100公里的速度狂奔，這是啥概念？絕對的海上版《速度與激情》，而且主角還重達555噸。我以前總覺得大船嘛就該慢悠悠的在海上晃荡，結果這野牛一跑起來，浪花濺起幾層樓高，活脫脫一個會飛的寫字樓。那這個大家伙是怎麼來的？大陸啟動野牛級巨型氣墊登陸艇量產工程，背後究竟有什麼深意？要想明白这，就得从这种船的老家蘇聯說起。蘇聯人搞武器的思路大家都懂，大就是好，多就是美，動力不夠就加引擎。野牛級氣墊船就是這種暴力美學的巔峰之作。蘇聯解體後，這門手藝被烏克蘭繼承了。後來烏克蘭為了賣給中國，還特意改名叫美洲野牛。加上中國也早在2003年就對這艘船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雙方談了6年，最終在2009年，中國花3.15億美金簽了4艘，其中最關鍵的是拿到了全套技術。那時候很多人嘲笑說，中國買這種過氣的蘇聯貨幹嘛？結果現在大家看到了，中國不光造出來了，還把型號升級成了國產的728型。現在中國擁有的數量至少已經達到9艘，遠超原產國俄羅斯的2艘。這說明中國已經徹底吃透了技術，而且手裡有足夠的預算來大規模鋪開。這反映了大國後期能力的門檻，也是一種戰略實力的正式展現。至於它的能力有多誇張，咱們量化一下它的運載能力，大家心裡就有底了。據悉，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气墊登陸艇，滿載排水量555噸，這身材簡直是氣墊船界的姚明。美國的 LCAC 在它面前頂多算個國中生。它有400平方米的裝載面積，一次就能拉3輛99A 主戰坦克，或者是10輛步兵戰車，加上140名士兵。如果你覺得坦克太重，它純拉步兵的話，一艘船就能塞进500個全副武装的壯漢。這哪是登陸艇啊，這簡直是一座會移動的兵營。而且這家伙不像傳統的登陸艦那樣慢悠悠的在海面上晃，它靠着巨大的風扇往下吹氣，讓船體飄起来，其極速超過55節，換算過來就是時速102公里，這讓傳統的岸防雷達預警時間大大縮短。更厲害的是，氣墊船能登陸全世界70%的海岸線，礁石、淤泥、淺灘對它來說都是大馬路。它能跨越1.6米高的障礙物，還能直接衝過防守方布下的水雷陣，因為它是飄過去的，水雷根本感应不到壓力。這種越障能力是所有傳統船式登陸艇夢寐以求的神蹟。看到這兒，我開始犯嘀咕了。台灣的海灘雖然很多都是礁石或者是淤泥，大船根本靠不上。但對於野牛這個越障狂魔來說，完全是小菜一碟。這種不講道理的登陸方式確實讓人頭大。那麼重點來了，中國的氣墊船能直接從福建開到台灣嗎？這個問題我肯定不了解，但我查到了安全研究院的一篇報道分析，裡面是這麼說的：台灣海峽直線距離最窄大概130公里，按照野牛級超過55節的航速，跑完全程也就1個多小時。1個多小時，我從台北搭高鐵去台中都還沒到，它就已經跨過海峽了。這種高速往返的能力，理論上可以在1天之內完成好幾次兵力投送。如果10艘野牛級齊發呢，一波就能送上去5000人。這種兵力投送的速度，確實會給防守方帶來巨大的壓力。但是台灣海峽這片海的脾氣，想必大家都清楚。台灣海峽那可不是游泳池，那是出了名的黑水溝。尤其是東北季風吹起來的時候，那浪高分分鐘超過3米。而資料裡說得很清楚，野牛級這玩意兒有個死穴，就是怕浪。浪高超過2米，它就會嚴重失速，甚至可能導致結構受損。所以這頭野牛要過海，得看天吃飯。要是遇到風大浪急的日子，它也只能在港裡乖乖待着。所以說，它雖然厲害，但也受到地理環境的巨大制約。當然，咱們得客觀評價。中國既然這次啟動量產，這就說明他們已經把這頭牛徹底馴服了。要知道，這種巨型氣墊船的維護成本可是高得嚇人，它底部的那個大皮群，也就是氣墊圍群，損耗快得驚人。以前中國是從烏克蘭買的，零件得求爺爺告奶奶的去進口，現在量產了，說明中國已經解決了所有的材料和動力系統的國產化。
又或是電船在海上跑，最怕的就是延誤腐蝕。那些精密發動機如果沒處理好，跑幾趟就能報廢。中國能啟動量產，說明他們在材料防腐和發動機耐用性上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這種後勤保障能力才是最讓周邊鄰居感到壓力的地方。而且從公開資料看，這頭野牛身上的火力也不容小覷。據悉，它配了2門30毫米的 AK630 近防炮，還有 MC227 型火箭發射裝置。這哪是登陸艇啊，這分明就是一艘小型的高速導彈艦。它衝上岸的時候，能一邊跑一邊往岸上傾泻火力，這對於任何防守方來說都是一种極大的心理震撼。我只希望這種裝備永遠只出現在演習裡，因為兩岸一旦真的動起手來，那些鋼鐵巨獸造成的破壞是咱們普通人無法想象的。既然講到了這裡，那大家覺得面對這種時速100公里的海上飛車，傳統的岸防炮還有用嗎？還是說我們需要更多的自殺式無人機來攔截它？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咱們一起腦洞大開。咱們再回到裝備性能本身，這野牛除了怕浪，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它太吵了。由于是噴氣動力，它一發動，方圓幾公里都能聽到那震天動地的轟鳴聲。想要靠它搞偷襲，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它一出港，全世界的監聽系統估計都會亮起紅燈，所以它更像是一種明火執仗的突擊力量。我就是要告訴你，我來了，而且我很快。這種霸道的作戰風格很符合它野牛的名字。在這裡，我得提一下資料裡提到的一個細節：中國在2014年才拿到烏克蘭的技術，短短不到10年就實現了國產化量產。這種工業消化能力確實讓人不得不服。要知道，當年希臘也買了野牛，希望在愛琴海的島嶼間運兵，結果因為養不起，讓其在港裡自生自滅。中國能把它玩轉，靠的是背後強大的制造體系。那麼，研制氣墊登陸艇要攻克哪些技術難題呢？首當其冲的便是結構設計。氣墊登陸艇主要結構包括船體、氣墊系統和推進系統，其中氣墊系統是氣墊登陸艇的核心組件，也是研制難點。截至目前，其主要分為全墊式與側壁式2種。全墊式氣墊登陸艇，船體四周環繞軟性氣群，在航行過程中，船底完全離開支撐面，具有獨特的兩栖性能。側壁式氣墊登陸艇，兩側裝有直接插入水中的剛性側壁，只在船首和船尾使用柔性群體。雖然两棲能力較差，但擁有較好的操縱性和航行穩定性。美軍的 LCAC 氣墊登陸艇採用的便是全墊式設計，而瑞典斯米格級氣墊登陸艇則是側壁式氣墊登陸艇的代表。第二個難點是材料選擇。作為兩棲裝備，氣墊登陸艇需要在各種複雜環境中使用，對材料要求很高。船體制造通常採用鋁合金、玻璃鋼等複合材料，以增強艦體強度並減輕重量。制造氣墊的材料則要選用高強度橡膠、尼龍纖維、碳纖維等，具備良好的耐磨性，能夠在水面、沼澤等區域自由穿梭。艦艇表面則需使用大量合金材料，以減緩上述提到的海洋環境對船體腐蝕，延長登陸艇壽命。第三個難點是最重要的動力系統。想必大家都清楚，在两栖登陸作戰中，進攻方要快速開闢登陸場，這對氣墊登陸艇的動力系統要求很高，因此動力系統一般要配置功率大、重量輕、可靠性高的發動機作為動力源。像歐洲野牛級氣墊登陸艦搭載的便有5具高溫燃氣渦輪發動機，通過動力分配與控制系統，將其中3具用於推進船身前進並控制方向，其餘2具則提供托舉船體所需動力。登陸艇最大航速達60節。第4個難點是運載能力。氣墊登陸艇主要負責兩棲登陸作戰中運輸人員和武器裝備的任務，運載能力是其重要性能指標。像美海軍新一代氣墊登陸艇 SSC 岸艦連接器，在尺寸與上一代 LCAC 氣墊登陸艇相當的情況下，通過加裝新型計算機控制裝置，升級發動機，使其運載能力得到明顯提升。當然，中国的野牛能力更強。或許大家会好奇，為什麼美國不堅持這種巨型氣墊船？當然是因為美軍的發展方向不同。美軍走的是母艦式路線，他們的小型氣墊船 LCAC 是裝在大型船塢登陸艦裡的，這樣可以全球部署，跟着航母到處跑。但缺點是單船載重小，同時美軍還傾向於超視距登陸。他們覺得大船在岸防火力面前太脆弱，
尤其是隨着現代暗防武器和探測裝備的迭代升級，僅依靠高速航行實施登陸作戰已近乎不可能。所以他們用2棲攻击艦載着直升機和 F-35進行遠距作戰，屬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戰爭逻輯。簡單理解就是空中垂直打擊。而中國量產野牛级走的是岸到岸的暴力冲锋路線，正好彌補了他們在低空和水面快速投送的短板。況且野牛级在南海的價值甚至更高，南海那些岛礁礁盘很淺，大型軍艦根本靠不上去，但野牛級可以直接衝上礁盤，半小時內就能卸下重装部队。這種快速反應能力對於守護主權來說是非常有效的。同時這也說明中國目前的戰略重心依然是解決家門口的快速投送問題。這头野牛就像是为某些特定区域量身定做的手術刀，它不需要跑很遠，它只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內把最强的火力送上岸即可。說到這裡，我得提醒大家，咱們看武器不能光看它有多威猛，還得看它在體系中的位置。野牛級雖然厲害，但它離不開制空權和制海權的掩護。要是沒有飛機在天上護航，這頭野牛也就是海面上的一坨肥肉。所以中國量產野牛級一定是在配合他們的航母和5代機群共同發力，這種全局性的布局才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在未來的場景中，野牛級或許不是第一波送死的，而是作為第2波戰力增強器。當第1波空降或特種部隊控制灘頭後，野牛級迅速把坦克送上去鞏固成果。這種節奏的配合才是現代戰爭的真相。至於前面提問的究竟該如何應對這種挑戰，我的答案傾向於通過智慧，讓這種鋼鐵巨獸永遠沒有實戰的機會。畢竟戰爭沒有贏家，只有被摧毀的家園。好了，本期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你覺得野牛在未來的2棲作戰中真的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嗎？還是說它只是大國展示肌肉的一件奢侈品？大家儘管在評論區暢所欲言，哪怕是開開腦洞也行。我一直覺得軍事博弈不僅僅是專家的事，也是我們每一個關心時局的人的事。咱們多了解一點，心裡就多一分底。謝謝大家觀看，我們下期見。